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我们的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全球的局势要来看到伊朗，美国到底要不要对伊朗动手呢？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伊朗呢已经有数千人丧生了，因为在伊朗政府的暴力镇压还有切断网络之下呢，很多的大规模示威潮现在都已经减弱了吗？但是啊，目前还是有大约3000名的恐怖组织成员以及参与骚乱的人员被捕。但是啊，在伊朗当局切断网络和镇压行动，造成数千人丧生之后呢，伊朗人民近来挑战神权体制大规模的抗议行动，确实是已经有所减弱了。而在这个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竟然是发文去感谢伊朗政府他说感谢德黑兰未处死800名政治犯。他很罕见的去感谢伊朗政府取消对数百名政治犯的处决，他还说了他非常尊重伊朗的领导层，取消所有原定昨天执行的绞刑，超过800人哦。他说谢谢。同时强调呢，由于伊朗取消处决，因此说服自己暂缓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是受到其他人的建议影响，是他自己决定的。美国真的不会对伊朗动手了吗？又有人说呢，其实川普是在拖延时间的，因为他呢在13日曾经向伊朗示威群众喊话说援助正在路上，外界就推测了是军事打击的预告。结果呢14日啊，隔一天，伊朗政府就停止处决这个示威者，因此川普也按兵不动。但是呢，中东的官员对此表示说，川普很可能呢是在为军事部署来争取时间，因为美军可能需要5到7天的时间才能够准备好来发动全面的攻势。那目前美军的军事行动有哪一些呢？我们来看到啊，美国的财政部除了宣布呢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之外呢，五角大厦近日呢也可能去派遣第2个航母战斗群前往中东。同时呢，也将部署更多的导弹防御系统到中东地区。好，但是啊，我们的联合国呢也来对这件事情有所评论了，像是呢这个安理会呢就要去商讨伊朗局势美国呢已经称了他备妥了所有的选项伊朗扬言呢要以武力去反制外国介入，那么联合国的安理会在15日就应美国要求来开会商议。美国的大使瓦尔兹就强调说，美国呢与勇敢的伊朗人民同在，已经备妥了多种的选项，必要时会采取明确的行动来维护抗议民众的生命安全。但是啊，伊朗的外长也呼吁说呢，联合国应该要谴责美国对伊朗来进行干预呀。他说呢，就近期伊朗发生的骚乱，我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话，谴责美国以及以色列去支持恐怖分子，呼吁联合国去谴责美国对伊朗的非法干预。而川普呢，也是连续2天去跟以色列的纳坦雅胡来进行通话像是呢15日晚上呢，就伊朗局势呢都已经跟纳坦雅胡通话了，这已经是2个人在连续第2天通话了。那么白宫跟以色列总统府呢都拒绝回应这一篇报道的，但是啊，美国官员表示军事行动还是在他们的讨论范围内。而以色列的官员则认为呢，川普仍有可能在接下来几天去发动攻击，而且现在呢，以色列的情报特务局长呢也抵达美国了。我们来看到以色列的情报特务局长预计和川普在中东问题的方面呢，就他们的特使来进行会晤。那双方要讨论包括了伊朗核计划还有中东代理人、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胡塞组织等等的议题。那么科威特呢，他是负责美国和伊朗的直接沟通。好，那现在呢，以色列跟美国呢是同一阵线，伊朗有谁呢？就是中俄了。好，现在呢非常担心川普会出手普丁是紧急的去致电以伊领袖，去扮演一个和事佬。好，普丁在16日分别跟以色列还有伊朗的领导人去通电话。那伊朗当局也非常感谢俄国在联合国中的支持。那么克宫的发言人也说呢，普丁跟伊朗总统通话之中呢，双方都指出了俄罗斯和伊朗始终是主张
尽快的缓和伊朗周边及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的，并且强调只能透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那另外，中国的态度是什么呢？好，在上海合作组织发表了相关的声明。上合组织认为这个单边制裁措施是严重危害了国家经济稳定，削弱了伊朗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能力。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来互相威胁。好，那现在呢，美国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川普是以拖待变呢，还是在等待一个适合的时机呢？我们来请教彬哥。川普还在观察，很明显，因为你看他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是去年8月就开始派军队到委内瑞拉外海，一路在那边做各种各样的安排，然后想办法去撬动委内瑞拉这个马杜罗身边的亲信，这个人据说是他从小就认识的童年好友，然后就一路这样子买通了这些人，打通所有的关节之后，到最后拖到今年1月才进行了这个斩首行动。那他当然对伊朗不见得能够采取斩首行动，可是你要采取军事行动，伊朗的军力可比委内瑞拉强很多。他之前在跟以色列互轰的时候，也展现出虽然他对美国本土是没有威胁能力，可是他是有机会威胁到以色列还有美军在中东基地，所以美国要采取这些行动，当然相对要比较谨慎。而目前美国在中东部分的实力是相对空虚的，所以他现在已经调动航母战斗群往中东方面前进。那预计还要几天才会到。那即使一个航母战斗群是不是足以对付伊朗这个攻势呢？他大概也在评估，而且对美国来讲，他直接去轰炸伊朗的意义并不大。为什么？因为去年6月他就做了这件事，做完之后，他就宣称了他已经消灭了伊朗的核子武器。那你这一次难道还再去宣称一次，我又消灭了伊朗的核子武器吗？你不能这样讲啊！那你去轰炸之后，非但就是没有办法有助于平定骚乱，反而更可能让哈米尼找到借口说，你看现在有外敌要来进攻我们，我们应该要团结。搞不好反而在协助哈米尼平乱。所以对川普来讲，这不是一笔划算的生意。所以现在川普在等什么？在等时机，也就是他一直在期待，在这一场伊朗的骚乱当中，是不是有人能够出来领导民众？因为现在在伊朗内部是发生在各个城市这些分散的，主要是对经济不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哈米尼当然是焦头烂额，到处忙于去镇压，去做这样的一个弭平叛乱的一个行动。可是他们并没有整个串联起来，变成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甚至能够直接威胁到哈米尼政权的人。所以川普在等，是不是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那另外一个，也就是当美国长期在那边施加压力的时候，再加上伊朗内部的压力，会不会有一些人？当然，他不见得是就是出卖哈米尼，但是他可能会想要推翻哈米尼啊。也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因为哈米尼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他对外的公开活动其实非常少。那美国会不会想说，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是不是能够策动他周边的人反叛哈米尼，取代哈米尼，取而代之？那这样对川普来讲，也算是某种程度达到他的目的。这些都比直接用军事攻击好得多。因为你如果单纯只是再把伊朗轰炸一遍，实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那你要直接派地面部队进入，实际上川普不太可能会有这个选项，因为伊朗是个大国，这不是开玩笑了。所以我觉得川普就是在慢慢的等。那中俄呢，当然不希望伊朗也如同委内瑞拉一样被这个美国直接一网成擒，所以中俄都会想要协助伊朗赶快把这个叛乱平定下来。可是中俄能够使当多大的力量？以现在普丁来说，他自己被俄乌战争把他的手脚都绑住，他能够提供伊朗的帮助其实非常有限。那中国大陆距离又更远，而且对中国大陆来说，他不管是要运送物资也好，或是要给予经济援助也好，恐怕都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他们都只能够在态度上面去支撑伊朗，可是实际能够去做到多大的作为，我看也是相当有限。所以整个事情最大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在未来这几天里头，哈米尼是不是可以迅速的弭平叛乱？如果这个整个暴乱真的像现在外媒所观察到的这样，慢慢已经开始趋于平静，因为网络已经被封掉了嘛，
所以在网络上能够串联讨论的人就少。然后如果军队开始四处镇压，那赶上街头这个抗议的人也变少了。那慢慢整个态势平静下来之后，恐怕川普到最后就会选择不出兵了。他就没有理由出兵了，而且也没有继任者啊。好，我们来请教这个张延廷将军。我认为这一次这个川普要对伊朗要动手，我认为他等的是时机，因为我认为他要考量到他会考量到三个因素。第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有没有到位？那现在一个都还没到啊，最少要到2个才有足够的这个作战能力啊。那他现在正在往印度洋、往波斯湾、往阿拉伯海前进，所以还没有到位。还没到位之前要动的话，变成兵力逐次投入，那会陷于用兵不利，会变成这个损多效少，就是事倍功半。那这样的话不宜。我是认为他要航母打击群要够，航母打击群够，旁边带的航母这些护卫舰，还有巡洋舰，上面有战斧巡弋飞弹，刚好会对伊朗的重要的防空飞弹阵地，还有它的关通系统实施破坏。这样子的话，后续的轰炸，还有反制，还有战场阻绝，这样才会比较顺利。所以我认为航空母舰还没到位，他在等的这个是时机。第二个，我认为他是要做加强情收，因为这个打仗打情报，那经过这1年，因为去年2025年的6月23号，美国派了7架的 B2 幽灵轰炸机，一共带了14枚的钻地炸弹击炸，到现在为止已经半年多了。那半年多的伊朗在这一方面，来自于中国大陆也好，俄罗斯的这些军员到底的数量、部署的状况、调动的程度，还有他战力的成长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我认为美国在做评估。打仗打情报，这个的评估完毕之后啊，某定而后动。那现在还没有箭在弦上，只是等待航空母舰到位。第三个，我要认为，现在整个态势来看的话，以色列是主战的，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那这样子的话，以色列在这方面主战，那我判断由以色列还是美国先出手，我认为是美国先到位，以色列先下手的可能性比较高。那美国没有到位，以色列现在下手，那这样我认为威力不够，又变成逐次投入，对，在兵家的看法会不利，因为要一举奏效，因为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再而衰，三而竭啊，你会一定要在第一集的时候啊，能够达到决定性的战果，这个才重要。最后一个，我认为现在美国自己要不动手，他会看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但是现在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已经打了快4年了，缚手缚脚，伸展不开，对伊朗的对军事上的支持跟武器装备的运送，它是限制极大的，因为没有预量。因为在乌克兰战场耗费过多，没有预量去再支持伊朗，那这样的话，伊朗的这个陆海空军3军的战力能够急剧的成长吗？这种可能性不高，又有内部的骚乱，对，所以他认为，那整个情势来看来的话，那为什么川普不动手呢？等待的就是时机，所以现在这个俄乌战争还在持续，只要是持续当中，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就相对的受限，那这个也是美国动手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认为，等待时机成熟，美国跟以色列就会下手。但是川普要动手的话，是完全没有成本的付出吗？也是有啊。我们来请教李大中老师。对，因为目前应该是很多方案是放在这个川普的面前啊，就要靠他去做一个全盘性的评估跟定夺哈。因为如果从时间轴来看，从12月28号哈爆发暴动，其实最高峰应该是在1月14号了啊，因为1月8号伊朗采取是断网啊，断网其实就是要让这个在境内的这些反抗示威的群众没办法集结，没办法互动有效，所以甚至根据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 NGO 的一些数字来评估，好，从1月14号之后，街头的死伤的人数，还有暴动的这种聚集都往下走，所以川普这一次的这个发表评论啊，有点耐人寻味，你很难判断说他是真心在称赞啊，伊朗听我的哈，没有处决人犯是不错。有点是刻意释放冷却讯号，还是就像有些我们评估里面会认为说，也许是在争取时间
缓兵之计比如说美国除了在中东地区当地的军力之外还需要靠一些航舰这个开始到这个中东地区目前外媒所披露，大概是目前在南海的这个林肯号，那可能还会有第2艘航舰。那第3个就是假设美国就要看美国的政治目标是什么，你到底是要推翻政权马哈米尼神权政权，还是说你只是要展现说美国是有责任要惩罚那些为制裁这个暴乱的官员？因为目前美国财政部已经做了一些黑名单的处置那你也可以有更激进的方案，比如说军事打击他的安全部队的总部首脑等等。但是假设你的目标设定在很高，要移除所谓的这个神权这个政权的话，我觉得难度非常高，基本上无法去复制委内瑞拉。还有委内瑞拉至少美国是事先早就已经找到一个愿意合作的政权，目前的代总统。但是伊朗非常困难目前自动请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巴勒维的王储，其实川普好像公开讲过，他不认为巴勒维的王储他65岁有任何在当地的实质的影响性或政治的实力因为从1979年之后他已经流亡到美国，一直到现在。即便他这些年来一直在鼓吹要世俗化的伊朗，要改变伊朗也不要神权的伊朗，但是其实美国是精打细算，很实力作为原则就像是前几天的新闻委内瑞拉的这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马查多到白宫把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献给川普，川普说他是好人，但是川普没有意愿把委内瑞拉交给他，因为他认为他没有实力，而且他是已经找到一个很好合作的对象。同样的方法复制在伊朗，假设美国的高标准政治目标是设定才要推翻伊朗的政权，那他要找到一个在当地已经有实力的这个反对派，而且愿意跟美国合作。我觉得目前为止这些方案都没有办法付诸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要看美国最后的一个评估是什么。但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地方是，伊朗毕竟不是委内瑞拉假设你要对它采取军事行动，如果你只是打击所谓的伊朗核设施，打击它的飞弹阵地直管通勤，或是一些象征性的去制裁它所谓的革命卫队的这些指挥官，要为暴动负责，我觉得对美军的难度不高。假设你要大规模的，而且后面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我觉得难度是非常非常的强。所以这样看起来呢，其实川普呢不太有可能去动手的嘛，因为包括了他的这个代理人到底是谁都还不知道。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川普现在还在打格陵兰的主意，但是北约各国呢都非常的紧张了。好，现在呢这个防美并吞，欧洲多国都派兵来进驻格陵兰了。好像是呢，因为川普政府近期是针对格陵兰主权发表了很多言论，包括了美国必须掌握格陵兰的控制权，但是这个言行呢都遭到了欧洲盟友的广泛抵制。但是抵制有用吗？白宫说呢。相关的举动不会影响川普关于格陵兰的一切决定白宫会继续与丹麦、格陵兰等代表来进行对话，而且现在美国的格陵兰特使呢，他也说相信美国最终呢会跟丹麦达成共识，川普是对这座北极岛屿是认真的，真的是想要的。而现在呢，这个美国的2党议员呢，还是组团了去造访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预计要去会晤丹麦、格陵兰领导人，表达呢他们跟川普是相反的立场的。美国国内呢是反对川普用武力来去抢夺格陵兰的，所以美国的国会2党议员呢也去表明了支持，要去立法来限制川普并吞格陵兰的权益。好，但是呢，联邦众议院已经提出了一项支持美国并吞格陵兰的法案的，而且呢，美国的宪法明定国会拥有宣战权。好，现在呢，这个其他国家很担心说格陵兰真的会被你美国并吞，像是英国呢，这皇家海军呢16日表示呢，就派了首架全尺寸自主直升机首飞，那么该直升机呢就是要来去应对北大西洋日益紧张的局势，那要执行呢追踪潜舰以及其他的高风险任务。
但是现在川普基于格陵兰呢，也让他的这个印太战略是面临了质疑。好，川普威胁要拿下格陵兰岛，那此举呢，当然是会破坏美国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的努力。而川普的新国安战略对西半球的强调呢，也引发了对美国是否日益孤立主义的一个质疑。好，现在你跟格陵兰闹翻了，那你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呢？你真的是不要当老大哥了，你要当黑道吗？好，再来了，我们来看到委内瑞拉的情况是怎么样？川普是不是又有新的动作呢？因为美国的 FAA 即发通知说，中南美的航班都要警戒。好，近期川普对中南美洲连番出手，紧张局势升温。那么，美国的联邦航空总署近日针对了中美洲以及部分南美洲空域发布了飞航警告，提醒航空业者在相关航线飞行的时候，务必要提高警觉，是不是又要动手了呢？但是其实川普跟这个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呢，已经就是越来越通上话喽。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是美国的 CIA 局长呢，近日前往委内瑞拉跟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来进行会面。传达了美国期待与委内瑞拉建立良好合作的讯息，这也是马杜罗下台之后啊，美国层级最高的一次访问。好，刚刚说到了，其实委内瑞拉呢，除了现在的这个代理总统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是反对党的领袖马查多，他也很想要回到委内瑞拉来进行领导的。好，但是他持续的向川普示好，还说呢，委国正踏出了民主转型的第一步，并且在川普的支持下，委内瑞拉将走向自由。时机成熟时呢，我将会成为委内瑞拉的首位女总统。而且啊，他呢收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呢，还是把它献给了川普哈。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是马查多15日前往白宫拜会川普的时候呢，竟然是把自己得到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章送给川普。但是川普虽然呢对马查多表示赞扬，也表示说马查多你缺乏领导委内瑞拉人民所需要的尊重，所以其实美国川普是不太想要去扶植你这个政权的啦。那么佛罗里达的国际大学教授他也说了，说其实马查多呢早就已经被边缘化了。那美方目前呢也非常满意美国的临时总统啊，因此我根本没有需要去扶植你马查多嘛。好，那马查多很想要回到委内瑞拉来掌管政权，甚至连他得的诺贝尔和平奖都献出去了。但是这个举动呢，就惹了争议哈。挪威的政界都齐声去谴责马查多还有川普，表示呢这是彻底前所未有的事情。马查多的举动太不尊重人了，而且非常的可悲。此举呢削弱了每年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奖项的一个价值，因为你得了奖了之后，竟然可以献给别人，那我为什么要颁奖呢？难道我们这个奖项是好玩的吗？是那里拿来做公关的吗？好，另外我们来看到啊，美国的这个邻居加拿大呢，现在啊看到美国的态度呢，也逐渐的去找其他人来降低风险了吗？好，加拿大总理卡尼呢，他要大幅的降低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从原本是高达100%的税率，要降到仅6.1%，而且设定啊首年进口上限为49000辆啊。作为交换呢，中国也承诺将对加拿大的关键农产品油菜籽的关税呢，从85%降至15%，完全取消对油菜籽的这个100%的惩罚性关税。这项协议呢是加中关系自2018年孟晚舟事件之后呢，冰封多年以来的一个重大破冰哦，也更标示着美加关系决裂。加拿大此举是在刻意背离华盛顿对华的贸易路线，展现呢减少对美依赖的一个关键战略转向。好，因为你川普一直在跟盟国闹翻啊，那加拿大当然也要拉一个垫背来保证自己未来不会再被你给背叛啊。我们来请教彬哥。我觉得川普的想法大概是想要成为21世纪第一个帮美国开疆辟土的总统，不然的话，我实在想不出来美国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子步步进逼的方式，不惜冒着跟所有的盟友全部翻脸，然后硬去把格陵兰吃下来。在武力上，美国要吃下来当然不是问题啊，格陵兰哪有什么武力？就算加上丹麦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那欧洲这些国家也不可能为了格陵兰直接跟美国直接对垒开战。可是问题是，这样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说格陵兰有丰富的这些稀土矿啊，有很多资源啊，战略地位重要啊。可是美国要控制它很难吗？它随时都可以控制它，上面也有美军的基地啊。他提出来要扩大美军的基地，我想格陵兰或是丹麦都不会反对，欧洲也不会反对。他如果有本事把那些冰封多年的这些矿产把它开采出来，我想格陵兰也不会太反对啊。问题就是那个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嘛。美国现在有这样的能力去做这么大笔的投资吗？所以我觉得什么开采或者资源都不是问题，战略位置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格陵兰一直都是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所以我觉得硬去要这个，恐怕只是为了满足川普个人的虚荣心而已。所以你会看到，不管是共和党或民主党，都有议员对此颇为不以为然，所以他们去表达了他们跟川普站在不同的立场。那国会未来也有可能会直接否决掉川普的决定，可是川普还是一直不断的在强调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大概除了说他在满足他的好大喜功，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有正当理由的想法，我实在想不出来。但是呢，他虽然看起来有的时候就像一个要玩具的小孩，可是他还是很精明的人。比如说马查多以为送你这么喜欢诺贝尔和平奖，那我就送你一个，那这样你就可以让我回去当总统。你想得太美了吧？而且这个举动本身，第一个你知道，就让人家觉得马查多这个人的格调很低。讲实在话，人家是为了就是称赞奖励你在为人权的这些相关的成就，才颁给你这个和平奖。结果你为了想要回委内瑞拉当总统，你这么样就把它拿去当交换筹码，会不会太难看？那对川普来说，好，你送我，可是这又不是我真正得到，这又不是诺贝尔，不是，其实和平奖不是那个诺贝尔啊，但是这个又不是这个真正正式颁奖给我。对啊，那我拿这个到底有什么意思？所以他虽然收下归收下，他也不会让他回去。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代总统很听话啊，那他都愿意跟我合作，我干嘛要你马查多？你马查多跟委内瑞拉军方是对立的，你回到那边去，搞不好会制造更多麻烦，搞不好过几天你被军方干掉都有可能。那我美国不会更头痛？那现在这一个副总统对他代理，如果他愿意跟美国合作，他跟军方也有一定程度的关系，那我何必一定要换人呢？美国要的是怎么样能够让美国的石油业重返委内瑞拉嘛，而不是去帮委内瑞拉争人权嘛。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不是都想错了？像刚刚有人讲说什么美国什么这样是不是会毁坏美国的印太战略？你什么时候听过川普讲过印太战略？印太战略是拜登讲的，川普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印太战略，他要的就是美国在巩固他在西半球的地位。那至于其他的地方是有便宜我就赚，没便宜的话就再看看，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整个世界的局势已经改变了，不要再用旧时代的思维来看川普。不要再期待美国会当老大哥主持正义了。我们来请教雷大中老师。对，的确是哈，因为外界其实非常好奇，说为什么川普对于这格陵兰那么心心念念啊？从 1.0 就开始提到很多次。好，但是 1.0 所的提法啦、强度还有实际的作为，跟现在是不可同日而语。那现在感觉是很认真的。啊，从他当选，前一个礼拜就对外宣示说，格陵兰而且他用的字眼是不排除动用武力。那去年3月份，副总统范斯也去一趟这个格陵兰，当时的丹麦政府是非常的感冒的。那现在想不到说啊，在耶诞节之前，去年年底。这个川普也破天荒任命一个美国的格陵兰大使特使啊，而且是现任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啊，这个兰德瑞其实跟川普是非常好，是他的政治上的盟友。那这个特使说哈，今年他也要去一趟这格陵兰，好，所以在外交上、在财政上，甚至在选项上都提出很多。看起来是过去大家觉得说怎么可能的方案，比如说用买的，好，一个5万多人的格陵兰居民，如果一个人可以用10万美金，好，这对美国来说财政上不是问题，啊，或是说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自由联系收等等。但是大家还是要问，为什么川普这么在意格陵兰、稀土、关键矿产，或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战略上重要的位置？可是其实美国的要求，其实去年丹麦都做了，比如说哎，你都不好好弄，中国大陆、俄罗斯其实可能会掌控格陵兰哦。丹麦政府很快啊，
就是说投资了几十亿美金去加强防务。那去年北约在格陵兰演习的规模大约有500多人，但是显然川普不是真正在意这个议题，他是从他的世界观、他的脑袋里面的地球仪判定说这地方我应该要拿下来，那不管用什么方法我都要拿下来。那现在有趣的地方就是包括丹麦政府还有整个欧洲的反应，我觉得到目前为止都是这个语言上的巨人，实际动作上的侏儒，比如说前一阵子不是欧洲好几个国家说要派兵到丹麦举行小规模的军演，原本外界认为是至少是几百人的规模，可是看来看去，法国、德国13人、15人，这个13人，对，有的国家2人，英国派遣1人。凑在一起30多人，所以这个地方就显现出大家的一个状况。但是派这样的部队是有象征意义在后面的。但是10几人的部队真的是不如不派了吧？我们来请教张将军。我认为那个川普要把格陵兰纳入美国的领土，我认为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他已经要让美国再度伟大。格陵兰的面积非常大，216万平方公里，是地球上第1大岛，最大的，它的面积相当于60个台湾36000平方公里那么大，但人口非常少，才57000人，这是它的短板啊。你地广人稀，刚好就是美国正中美国的胃口，正中美国下怀。那美国就是要，因为它的矿产非常丰富，除了有稀土之外，有金矿、有镍矿、有锡矿，还有石墨，也有铜矿。你看它那么多的这些矿产，因为它的地大，下面的矿产还有产钻石。你看看那个地方，它这样子，这个不毛之地啊，80%受冰雪覆盖，但是下面的矿产是丰富的。那现在地球软化，那对他们的冰天雪地来看的话，原则上是一个好消息。它天气软化了，对他来讲是有利的。那今天美国就要对格陵兰，要把它并入这美国第51州的可能性，我认为是时间的问题。另外我们来看。因为格陵兰人口很少，就57000多人，然后聚集在一个地方，然后其他的冰天雪地。那美国，我认为美国会软硬兼施。这其他的国家啊，这欧洲的7国派这些驻军5个、8个、10个，加起来也不到100个，那只是个象征性，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而且我们知道，这世界上啊，枪杆子出政权，美国有枪杆子，谁敢跟美国做对抗？没有嘛，没有办法。他们的这些所有的国家加起来军力跟美国比起来，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丝毫没有办法起任何的政治作用，是可以看出来，只有一点丁点的形式上的意义，完全在实质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我认为美国会软硬兼施。软硬兼施的话，美国很简单，这个军事上加大力度，因为美国在格陵兰岛上就有驻军，有雷达站。有萨德系统的雷达都在那边，所以美国可以驾轻就熟就把格陵兰给占了。那现在我认为他会从3个路线，第一个，如果要花钱，这57000人，每一个人给他，就算给他大方一点，给他100万美金好了，也只不过570亿美金，对美国来讲，那么大个土地才570亿美金，太便宜了，这个太划算了，本小效高，事半功倍，多好啊！第二个，我认为他可能以利诱之，给他护照，57000本护照给你们，你们将来可以进出美国。第三个，有参议员、有众议员给你政治位置，就把它给吸收了。所以他认为美国要拿下格陵兰，应该是顺水推舟，困难度不高。所以也不需要宣战了啦，直接用买的就可以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退役中将帅华明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来一个最新消息，不过这个是还没有来自于英美日这个相方面媒体的证实哦，因为目前俄罗斯、大陆还有中东的媒体已经报道了，网络上 S 上面已经传开了，说美军有一架 F-35A 的战斗机，16号从日本的空军基地起飞，结果在日本海的北部进入陆地上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发出了7700的紧急代码之后，直接失踪在当地时间下午，大概距离海岸线135公里处。那现在是不是有故障、迷航等等的这个意外事故发生？不知道，因为包括了英日美的媒体都还没有出现啊。日本防卫省也没有正式的回应，网友就推测有没有可能来自于冲绳、加索纳基地等等啊，是不是有跟日本军事合作的一部分？等待官方确认。那么北约的部分呢？这个美国的公司发布了一个飞弹的宣传片，这个影片里头拿了辽宁舰来当靶子，这样的宣传影片就是可以直接锁定实战应用，画面上还可以有中国探测的画面，我们可以透过画面看到哦，这个直接可以导弹从中国探测范围外的 F-35A 战机上面发射。重点强调什么呢？强调导弹朝着一艘动55的驱逐舰跟辽宁舰飞去，代表说可以锁定，也可以当靶子来强调它的这个能力有多么的强。但相对于此，我们来看看林肯号。林肯号的航母在南海呢，本来前阵子离开了，可能到中东哪里去执行任务，最近悄悄的回到了南海黄岩岛以北这一带的海域，结果呢就发现居然被立体包围了。这个是根据美国海军局学会的新闻网所报道的。南部战区呢，当时有2架，包括了载鹰级12的轰6K，还有苏35SK 护航到这里展开演习的同时，发现了林肯号，直接把它立体包围住了。那另外一个是在军事网页上引起很高的讨论，甚至是讪笑的新闻，是说在德国德建的太平洋演习，那结果德国海军在演习的过程当中，他们简报，因为呢，他认为未来的前景他德国将领特别简报，语气激昂的说，灯光通信才是未来。我们现在说灯光通信怎么回事？是最传统的因为 AI 什么都不安全。像举例，原来是发生了在德国海军演习的时候，被中国的电战干扰，全面瘫痪，搞到他们没有办法用实际的讯号来沟通，只好用灯光，然后用摩斯密码当做通讯的手段。那据当时的几个官员私下表示，其实引起了一团混乱。结果呢，却拿来宣传说，要用灯光通信才行。所以呢，英国军官当场来吐槽只不过因为遭到严重的电子干扰才要这样做吗？那当然，美国也宣布了现在有一艘新的航舰，就是川普级。美国川普要以他的名字任命在任何的船上、建筑上，以他的名字为号，但即将要花费高达220亿美元，也是史上最贵的军舰同时呢，还有在军力的竞赛当中，来自于加强南海的支援，转向南三岛这里有一个中方宣布的消息，有3艘新建的水桥级登陆这个陆驳船呢，11到15号就会驶入南海，同时呢，这各种的秀肌肉也成为临时后勤的枢纽等等登岛作业的一种战力的展示。纽约时报报道，最近发现在中国大陆的渔船呢，有2度大规模的东海聚集，他们说呢是根据海上船只的定位系统资料去分析的，渔船可以放下手中捕鱼的工作，及时集合，说是在耶诞节还有今年1月11号发生过，大规模的形成一个2500米左右的这样的阵列的这个船只的聚集，那密密麻麻的，以至于让很多的货轮都没有办法行驶，还要绕道不可。因此呢，最新有个消息是，渤海海峡公布了航行警告，在这附近呢，在执行黄海北部18号4点到25号的4点都禁止其他的船只驶入。当然，大陆的歼11的新消息也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影片上曝露有个11的新战机，透过画面可以看到正进行测试，准备要交付给海外的客户，有可能是孟加拉吗，或者是其他的国家，现在仍然在保密的阶段。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军力系统的各种的展示底下，中国大陆跟其他的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现在的这个互相秀肌肉的情况，当然非常的强力的展示。首先讲这个歼10C1，大家以前都认为它是以前的4代机，
但是它现在这个性能改良以后，上次我们看到一个视频呢，它能够表演落叶飘，就是以前苏凯俄罗斯最得意的那个，这代表飞机的操控能力相当强，灵活。所以歼10C 虽然是4代战机啊，它的销路会很好啊。第二个，前面你讲的 F-35A，这架飞机失事已经发出了这个求救的讯号，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如果掉地面可以找到，掉到海里要去打捞，这也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到现在，日本也没有正式回应，美国也没有回应。但是美国军火公司拿辽宁舰当靶子啊，这个是通常很忌讳做这种事情。你有没有正式跟人家宣战？公开把这样做是不太好。那么林肯号在南海这边被老共包围，因为林肯号现在的任务是要开到伊朗外海，去支持伊朗的军事行动。那解放军派空军派军舰，等于是也是在阻援的一个行为，也是一个警告的行为。因为解放军派出来的是反舰飞弹，那去掂量一下哈。另外，这个美国要造这个超级战舰呢，那简直太离谱了。到现在为止只是一个想法了，一估价220亿，这不是美国现在能够负担的。你航母才120亿到150亿嘛，所以这个也是川普的一个。但是我比较很在乎的就是这个海南部署的这个新型的水桥级舰船，这个对我们将来影响大。你看这个图片哈，这3条船它有4条腿的，有6条腿的，有8条腿的，而且船身都悬浮在水面上以上。你知道为什么吗？越靠近岸边的海的洋流作用不大。各位听懂了没有？如果你这个船桥架在这里，被洋流弄得摇摇摆摆，那我请问登陆的那个坦克车、大炮怎么下来？你跟那滚装货轮的或者登陆舰的没办法对嘛？所以它这个船一定是浮在水面上，那个腿可以伸下去的。所以到最后一条是8条腿，因为越到深的地方洋流越凶，如果船身沉在水里的话，会被推移。这个东西啊，就造成为什么讲对我们威胁呢？台湾海峡的天斩是因为台湾西部海岸呢，大部分都属于大陆棚架的地质。那么换句话说，沙滩这个浅滩会割得很长，浅滩一长的话，登陆舰的那个甲板放不下来，就没有办法登陆。所以这个是我们以前防卫的一个优点。那现在他为了发展这种船呢，就针对克服这个问题，你水浅对不对？我把这个桥搭得更深一点，搭到几百公尺、700-800公尺以外，那个地方水深就可以接驳大型的登陆艇或大型的滚装货轮。这个船出来就会造成我们滩岸上台湾保卫战的一个决战的一个因素。因为前面的突击作战、空降作战、空军轰炸、导弹轰炸，那只能造成一时的瘫痪，因为没有大部队没有上来，台湾防卫问题就他没办法解决。我们可以跟他慢慢抗战，慢慢斗磨。这个船，他的试验做这个船，就是解决登岛的问题。最大的目标当然是针对我们台湾，所以国军现在当局现在要买武器啊，就要想办法如何能够在水面上把它的大型的登陆舰、大型的这种桥船能够击毁，那你滩岸决战才有胜算的可能。如果这个东西不能歼灭的话，他大部队一上来，我们的防卫的这个能力就大幅减低。所以现在在采购军购花那么多钱，我不知道国防部有没有针对这个的威胁做出详细的规划，要不然的话，将来台风的抗中保台的，那就是一张纸啊！买一些昂贵的爱国者飞弹没有用的，碰到大量的无人机，一下就消耗掉了。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事情。袁老师，当然我们的国防预算还在审议了哦，但是到底我们要多少的国防预算才够？我们要多少的军备才安全？光看到现在，不管美中互相的这个军事秀肌肉的竞赛，
这个实力？我讲一个答案呢、可能一般人可能不爱听了哈，永远不够啊，永远不够，因为武器的装备的精良的程度就差距很大啊。刚刚我们将军也提到了啊，那么你有没有针对于大陆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啊，然后来做出适当的防卫？啊，那个大陆的话呢，这个里面这种路桥式的这种登陆舰，啊，有这个1800公尺、1600公尺、1100公尺，各式各样的话呢，076的那个四川舰呢，其实也都是做这种。那你要防备好了。那另外我讲到最近这个 F-35A 的这架这个掉下来的事情啊，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大家都要知道啊。因为前一阵子的话呢，就是正义使命2025在演习的时候啊，那么他有这个新的司令有一个零的启动，然后就无失误啊。大家记住啊，因为我们最近也调了一架 F-16的飞机啊，那这个 F-35飞机，那时候我跟同事在讨论的时候，我的同事就问我说：“你怎么知道啊？大陆没有调飞机？”我说：“能不能调飞机，会不会调飞机的事情啊？”那这里头已经展现出来，就叫做 Fly Radar 24，就是说是空中雷达24，它是专门所有的国家都监控。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呢，如果没有看到是不能够乱写的。那么足以证明啊2件事情。第一个的话呢，这个 F-35A 真的是掉下来了啊。那么至于说是详细的情况，可能美国跟英国还没有直接的公布。但是呢，我觉得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大陆的飞机的话过来啊，因为刚刚主持人问我说，我们到底要准备到什么程度啊？那你就可以了解到他们的这个演习多次啊，就是去年1年的话呢，就几乎有6000多次的这种就整个1年当中的围台的飞机啊，那么这个失误几乎没听过哈，至少我没听过。那么也足以证明啊，这个是我会觉得说做这个战备上的准备啊，其实意义不大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牺牲个飞行员呢，牺牲一架战斗机啊，这个其实都是成本非常大的。那另外的话呢，我要提一下哈，就是说是这个川普级的战列舰啊，我觉得它非常荒唐啊，它有3点非常荒唐。第一个非常荒唐就是这个战列舰的过程当中啊，就日本在海战当中哈，那个大和号、武藏号都是被航空母舰取代的嘛，那怎么现在又恢复了战列舰？这是第一个荒唐。然后第二个荒唐的话呢，是它的造价啊，就我刚刚稍微查了一下，那个福特舰航空母舰，核能动力的航空母舰是最新的，就130亿美元呢，然后它居然要220美元，贵了100亿啊，开玩笑。那这个是说搞了2艘航空母舰造了一个超大型的废物啊？为什么我讲它废物呢？就真的是一个第3个荒唐啊，因为这个大陆做了很多的这个东风快递啊，东风17、东风26什么的，那这个完全针对于航母杀手里面所做的。那本身来讲的话呢，那么美国本身在做这个预防的时候啊，它要做好这种各式样的准备啊，也不是说你把所有的新型武器全部放到这个战列舰的上面。所以我当然了，我不是军事专家，可是我总是会觉得说你要对症下药。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大陆本身的这个战争的一个形态啊，它有重新定义的一种方向嘛。那我们讲到说歼10C啊，因为我前不久才去了成飞啊，就是做歼10C的地方呢，成飞公园里面展示出来。这个飞机其实蛮旧的，但是最近的话呢，因为歼10C是一个比较旧，歼10C1的话是要出口，那个1就是 export 要出口。出口当中的话呢，它装了涡轮13呢发动机啊，装了那种相控雷达呀然后装了那个各式各样的这种飞弹啊武器就是比如说这个像什么霹雳的这个导弹什么的。那么这个飞机的不断的改变的话呢，它是专门为了出口用，它卖给什么国家呢？现在就有可能传出来卖给孟加拉啦就我所知的话呢，印尼也要买那沙烏地阿拉伯也要买那阿塞拜疆也要买为什么要这种飞机呢？因为就是说它一直不断的改进大家会发觉的话呢，你买武器它是包含了3方面的特征那个卖军火的话呢，首先军火就是很敏感的然后再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利益非常大的。还有一点就是说，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动作，所以大陆想要运用自己的军事上的科技，在整个国际的军火市场，尤其是战斗机这一块，要争取一份份额的时候，那个整个熬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因为之前的话呢，大陆在整个国际的军火市场中占的比例就是不到5%那现在的话呢，经过2025年的5月7号，巴基斯坦一下子透过歼10C1的飞机一表演后，把这个法国的飞机是印度的法国飞机给打掉了好多架以后，所产生的这个结果的话，大家对于中国的这个军事装备刮目相看。
所以说我这边要回答主持人一开始问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是大陆这边做的这个军事装备各方面来讲的话呢，已经进入国际市场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一直不断的改进，一直不断的发展啊，甚至6代机都已经出现了，那美国都还没有的情况下，那你问我说台湾的军事装备要准备到什么程度？那我觉得大家要为自己的荷包想一想啊，你不能开玩笑啊！我的答案是你再怎么准备的话，那距离差得很远了。要不然的话，你刚刚讲到说是美国的话来锁定辽宁舰，或是锁定什么航空母舰，锁定055大区的话，那我真的还蛮期待看到你美国先开这第一枪的结果。严老师。哦，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苑老师也提到这个军事啊，到底有多少？我觉得是永远追不上。为什么？你今天你的整体的 GDP 现在是大陆的多少？然后你军事要跟它竞争，你可以用超过你跟它的比例来比，但是永远没有办法追上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事实。那到最后叠加追上去的结果，只是真的是让我们的经济可能会被拖垮啊！我觉得这个是过去的。我们研究历史这个外交史的时候，都会说啊，帝国的过度延伸啊，就是你的军事野心啊，没有办法靠着你的经济实力来满足，那就是你的经济已经弱化了嘛。那历史上的帝国，从罗马帝国、汉朝啊，都是这样子，就是穷兵黩武的结果。台湾不是穷兵黩武，但是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不想到去用源头去找一个方法来解决这种可能的冲突，而是不断的增加我们自己的，从某种程度，我们跟这些帝国是一样的，就在那边一路加这个过度的延伸，我们没有这么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挺这样的一个军事的预算啊。那当然，我们看到川普最近不是在斗那个年准会的主席鲍威尔嘛，说他有贪污啊，什么弄那个他们那个年准会的房子的整修，哎。那个是很老的房子，现在就发现要整修起来真的是很贵。那川普你现在要搞一个，你是帮自己扎一个坑吗？到时候人家就说你用这个名字搞一个最贵的，有没有中间上下其手？你的好朋友有没有贪腐啊？我觉得川普啊很奇怪，常常在为自己未来想要打别人嘴巴的时候，他自己先打一下。你看，包括这个，他先打自己。譬如说，他反对别的国家去介入什么，结果他自己介入委内瑞拉，他反对什么，他自己就先做啊。我觉得这是川普的个性。那我觉得可以值得再看啊。譬如说，我也会提到，川普不是在批评伊朗吗？就发现，他自己的国民兵不是自己的这个移民官，也向对抗争的民众在进行攻击。好，回到 F-35啊，我觉得 F-35这个已经是好几次了。那美国为什么还重视这个？第一个当然 F-35的造价大概至少有8000万美元，就是说造价不菲了啊。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我们包括台湾也希望得到是美国盟友的主力战机。如果你的其他的老旧的或什么东西不再服役的，或者已经是不再生产那种调，这个都没有问题。这种调大家都会在意啊。那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说，今天在这个日本海这里啊，靠近北韩、靠近俄罗斯这个附近是最观察最密切的一个地方。那如果说这个是这么敏感，在地缘政治上面出这个问题，那大家当然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啊。那我觉得今天你自己求救讯号既然发出来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了？是机械故障呢，还是有没有外力介入？我觉得他这个一定想知道嘛，但美国人军方也想知道。那而且这个如果世界都在关心这个区域那美国如果不交代清楚，我觉得也很麻烦的。好，来关心一下的是加拿大。加拿大这个国家的动态，自从川普说要把它变成51州之后，它的动向一直就很受关注。那么是睽违了8年，加拿大的总理卡尼访华，那当中的过程呢，都得到了盛大的欢迎之外，也签了很多的合作的协议。其中呢，卡尼在跟习近平2个人这个互动会面的时候，特别强调邀请习近平方便的时候，双方都方便的时候访问加拿大。那中方也表示欢迎。甚至共同发表了领导人的联合声明。那么各种经贸还有好几项包括了文化合作，然后还有国际的视野，就是说要
多极化的世界，而不要只是单极世界，这样子的视野是定调在他们双方的共同声明里。卡尼也宣布，加拿大旅客将可以免签证到中国去玩。那中国加拿大央行也续签双方的本币互换协议，规模大概有2000亿人民币。那么油菜籽换电动车，所以关税的互相减免啦，互相关税啦，就当时跟着美国一起100%的关税挡大陆的电动车，现在全面的开放。那当然了，目前开放的规模还在7%左右，未来预计还会再往后增加更多，未来可能还可以有5年内会放宽到大概7万辆等等的。卡尼说未来呢跟中方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不管是经贸各方面都是，甚至是什么旅游业合作的项目会很密切。他说中国啊的确是更有预测性，这个话当然有非常比较意味极强啊，而且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实际的成果，所以本来是美国的小老弟最佳的盟友，现在琵琶别抱到了中国大陆的市场去了吗？美国当然不是滋味，所以美国的运输部部长达菲还放话，我认为加拿大会后悔。他说你这样做到时候会后悔，后悔什么呢？他说啊，各种关税政策是美国保护汽车工人供应链的核心工具，你现在去开放了电动车，未来将会尝到苦果。那同时说打不过就合作吗？其实美国也合作啊，美系的车厂，当然福特还传出要跟比亚迪谈啊。美系车厂其实不也是吗？跟比亚迪海外的工厂一起生产的混合动力的油电混合的电池要加以合作。那这种各种的联手，美方自己也在做，因为有一些互相本来这很正常，世界就是由各国的强弱项合作的，现在就是不行吗？而其中日本当然也是最近在中日关系紧张之下，日本积极奔到美国去，尤其是这个日本的防长特别到美国去找了战争部长，他们的日防相小泉跟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见面之后，说达成共识，未来军演会从冲绳诸岛延伸到台湾、南海，即将要进行冲绳周边的联合演练。那同时呢，在日菲的部分也签署了各种的军事后勤的互助，强调包括跟菲律宾、跟美国想尽办法要成为同盟来抵抗中国的可能的影响吗？所以日菲还签了一个防卫协议，允许两国的军队在进行联合训练的时候，免费可以提供，应该不是免税也免费吗？提供弹药、燃料、食品必需品等等的当然，大陆方面也回应，暴露出日本想要更加走军事扩张的老路菲律宾官员最近这个呛下意味极浓，甚至在菲律宾这位海岸防卫队队长发言人的发言里面，演讲抛出来的照片背后背板居然是习近平各种比较哭手他然后不好看的画面，漫画风格的画面。那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提出抗议，认为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挑衅，超过红线了。但日本的部分极力找，不管找菲律宾、找美国，然后呢，他动漫迷遇上社交网，他特别去给梅洛尼意大利的总理献上了生日蛋糕，看看这段画面。哇，感觉是很 surprise， 很会做外交的这个甜心外交吗？用意大利文唱生日快乐歌，两个人还一起用 AI 漫画版的自拍照，这样子好像蛮可爱的吗？像这样子的举动，能够让中日在这次的对抗当中，日本可以安全一点，或者得到的更多的国际友谊吗？将军，这种政治人物就是演员啦，没有多大的实质效果了。你跟意大利去联盟能联出什么名堂呢？就是蹭声量嘛。高市早苗急得要，那个意大利的女总理也要，然后出现在荧幕上都是好事了。现在问题是什么？看日本的野心，他要发展他的导弹，他要配合美国的所谓滨海战斗团的海小岛上面布列的这个飞弹。他觉得美军的部署分量还不够，因为那个是滨海战斗团呢，是一个权益措施。滨海战斗团的改编就是把陆战队调回关岛，把剩下的这个小单位一个班一个排放在那些荒岛上，架上飞弹，好像可以对大陆东南沿海加以钳制。现在高市早苗野心更大，他不但要补足你美国的不足，他把他的日本导弹给你摆上，还准备放到菲律宾。你想想看啊。从日本的这个南方的诸岛
一直到奄美大岛、琉球半岛、琉球岛，甚至于石环岛都摆上了还不够，他现在跟菲律宾勾勾搭搭，那干什么？他的飞弹要到了菲律宾，他现在跟菲律宾做表面的演习了，事实上也是在做这个部署。干嘛？把飞弹放到菲律宾的很多岛，菲律宾岛很多啊，那就可以干扰中国大陆的南海行动，南海的安全。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中国对我不那个，我也给你找些麻烦。所以这个问题大家都在那里出尽点子。前面一个新闻你注意看没有？中国大陆的渔船，它能造成整个海岸停死。你知道中国大陆的渔船是武装民兵啊，武装民兵各位懂吧？它的渔船上有高射机枪，有50机枪的。第二个最厉害的东西是什么？是渔网，拖曳的渔网可以拉开来10几公里。这个渔网给你铺到海上，你什么船也不敢来。为什么？你的螺旋桨一旦缠上渔网就报废。所以你不要看这些都是武器啊。我在那时候在国防部的时候，对这个都有。为什么？我们也演习过，我们的渔民对网作业都是很厉害了。有一次我们搞汉星大演习，他发现偏移了，我用无线电通知他，不到20分钟就完全矫正过来，几百条渔船呢全部移位啊，这很难的。在大陆的武装渔民呢，是训练这么多年，他每年在修渔期的时候，他都搞军演呢。他在那里学。我们以前到大陆去渗透的飞机，我甘姐夫的一个僚机就被回航的时候因为回航了嘛，到了海峡心里放松了，就被武装民兵给打下来。所以这个问题啊，战争就是现在各种方式、各种秀出来威慑对方。所以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中国大陆一定要看高市早苗这个往军国主义走的这条路啊，没有停哦。他在国际上广交朋友，在日本境内，我跟你讲，早期啊，日本的右派啊，在日本不算是主流。各位记不记得以前有个很有名的作家叫三岛由纪夫？是。三岛由纪夫为什么自杀？他就认为日本的右派没有采取他复国的那种想法。所以他那个时候，我到靖国神社去看，他旁边就有右派的宣传车，用大喇叭每天出去巡。所以你看高市早苗今天去靖国神社，他的政治人物都去啊，不管送玉串也好，什么也好，而且重用的都是右派人士。所以这个问题，中国大陆必须要警觉。你现在日本这些小岛上的火力威胁，巴士海峡这个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于南海一路，这是骚扰，它不是决战。这让你芒刺在背。所以中国大陆也是看林肯号，你不是要驰援伊朗吗？我也去弄，双方这种动作没有停的了。岳老师怎么看加拿大这次睽违8年总理访华？那当中的态度，还有所签的一些合作事项？那加拿大变化太大了。这是8年来第一次啊，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杜鲁道啊，什么对于大陆啊什么的，完全按照美国的指示来做啊，加税，川普加了50%，他加100%啊，这都是历历在目的嘛，对不对？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你讲的本币交换也好啦，对吧？进口新能源车也好啦然后邀请你来这个加拿大玩什么的访问哈，那么这些的话呢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讲的那句话。我在这边跟大家稍微强势一下，那个 Mark Carney 他说一句话，他说呢，跟美国比起来中国比较具有可预测性。大家要知道这句话非常具有哲学性因为我们人最害怕什么？我们人最害怕不确定性。就是说我们对于任何事情的话呢，就说是这个不见黄河心不死，但一到人泡在黄河里头，那心就死了后反而不害怕了那就直接面对所有的苦难。那么但是呢，加拿大面对这种情况，他面对美国的话充满了不确定性，那就不可预测。那对中国来讲的话，可预测性。所以说美国的那个运输部长讲的话，根本只能够算是一个废话，都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就是川普用的，而加拿大它现在的不可预测性或者说是非确定性，通通来自于
川普这个人身上，而川普本身讲了多次要让加拿大当51州，那么这个对加拿大来讲的话呢是极大的侮辱。为什么是极大的侮辱呢？因为大家要知道，加拿大这个国家的来源就是不想当美国人才往北走的英国人，加拿大到现在也是大英国协的国家一部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没有什么 Republic of Canada 或者 Kingdom of 那个 Canada， 它就是 territory， 它就是一个大英国协的一个属地。所以基于这个缘故的话呢，我们可以充分的了解，对于说美国要把加拿大收归为51州是何等的侮辱啊，是对他们的历史、对他们的国家，甚至对他们的民族的侮辱。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么这个讲到对于这个元首的这个侮辱啊，那么就可以说到那个菲律宾啊的这个海外防卫发言人的这个用这个哭手的方式来这个羞辱这个大陆的领导人啊，我觉得呢，这个的确凸显了现在的国家两种态度啊，一种国家是很认真，另外国家很随意啊，像我们是属于很随意的，就是对于这个元首那画鼻子变大什么的，大家都可以嘲笑什么的，那但是在另外一种情况的制度下的话呢，元首的是不随便来开这玩笑的。所以说，我觉得菲律宾这边的话呢，他做的这件事情啊，那么如果你随便用这种人的这种相来表示一种你的一种认知，觉得你是一种很幽默的感觉的话，但这个人我觉得他倒大霉了。这个人倒大霉，因为菲律宾现在情况，他跟日本的合作，大家要了解哈。菲律宾现在跟日本的合作的话呢，就是从以前呢，我感觉到菲律宾是觉得沾到，但是从2026年的一开始，大陆的第一命令、第二个命令就是不准对日本出口，也不要对日本进口的情况下，大陆是真的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把日本彻彻底底的打苦、打痛啊，打到趴下来。我觉得没有大陆的这些材料，日本极有可能会倒退很多年哦。啊，所以说，如果日本都垮了，菲律宾更没有用。那这些的话，乱搞的话，迟早要算账的。林老师，地缘政治世界快速的变动，几年前你很难想象加拿大居然去访中了，双方有这么多合作了，跟美国的关系居然是变成要成为51州互相抗议的这样的角色。对，我的印象当中还是这个习近平很不高兴，跟这个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讲说，哎，怎么我们私下谈话，你马上把跟别人讲了啊？就是觉得说你好像年轻啊不稳重，哎，我觉得这个卡尼就是毕竟是银行家谨慎得多，他要的是实际的东西啊，而不是这种好像可以炒作的议题。那对加拿大来讲，美国的他也知道，中国就是用美国的农产品当做一个武器啊，就是等于是我可以买多，可以买少。那加拿大的农产品跟美国其实是类似的，所以如果今天加拿大可以作为一个替代的一个来源的时候，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底气就凶很多咯，就是越来越多，因为它其实也不只有加拿大嘛，南美洲、巴西、阿根廷都是啊，所以加拿大的整个的经济其实跟大陆是有很多互补的地方。那如果今天跟美国去走，美国没事还防加拿大，防得要命啊！过去你看，美加之间的边境，我们在美国的时候过去好方便哦，回来也很方便。现在是美国进加拿大，那个时候后来变成还是可以，加拿大进美国，美国人管得好凶哦。但是我最近的朋友全部都拒绝跟我，就是我说，哎，他们加拿大人，我说要不要再跟美国见个面？他们我们不去美国了。这已经非常生气了，所以我觉得加拿大也要找一个，就是让美国知道，你今天当你可以抛弃我的时候，或者你对我这样子，不是说抛弃，而是说你对我这样子的霸凌的时候，我还是有其他的支撑啊。那我觉得高市其实找意大利也有点怪的，为什么？你两个刚好都是右翼的。哎，大家都忘记了，他们这两个是2次大战的轴心国，哎，你们两个碰在一起，会不会有让大家觉得有一些历史的感觉，不是特别的好啊？那我也觉得说，他们最有意思的是两个人你说唱生日快乐歌也好，做哭手也好，哎，两个人还共同发表声明，譬如对俄乌战争希望早点结束，这个都可以。然后还讲到国际秩序啊，好不好？他说要以法治的那个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相当重要。哎，那川普破坏了这个，你们有讲话吗？啊，你们好像在意思是说中国大陆可能没有这个尊重国际秩序，结果川普在那边不仅破坏国际秩序，而且还退群，不断的退群。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谴责川普？说，你老大哥，你的实力应该是要代替我们自由世界，要代表我们自由扛起来吧？怎么会你在那边搞退群，然后你在那边侵略，然后没事在霸凌格陵兰跟那个丹麦哦？那问这不日本跟意大利为什么不多讲强烈一点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现在我觉得大家这个国际社会已经变成是，当川普这么凶的时候，就有一批应声虫。然后包括我们台湾在内，好像就迷恋川普这样的一个做法，还认为会有用啊。但是我们也看到那个努尼讲的，我们签下了这么好像自以为得意的这个贸易协定，结果努尼说，你们就是要讨好川普哦，看川普开不开心哦，那最重要，对不对？所以我还是认为说，包括日本，包括菲律宾，过去的美国你去讨好，我觉得还有道理，他还有一点点。这个软实力还有一点点道德的高度，现在的川普你去讨好，真的让我觉得都很丢脸。